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曹植和曹彰的专武。我们先来看曹植的专武的略有小成效果，会使敌方武将每次被眩晕或沉默时，会将身上一个可驱散的增益转化为普攻或怒攻，最终伤害降低10%。类似这类能将增益直接转化成减益的技能，永远都是最好用的，这等于是个双倍的效果。专武还给了当敌方的眩晕或沉默消失时，会随机附加，造成伤害结果降低25%，受到增益失效概率提升10%，或受到治疗失效概率提升10%。这三种状态的其中一种，每种效果最多叠加3层。三种减益中，效果最好的是伤害结果降低，其他两种减益值是陪衬的。略有小成提升了曹植眩晕和沉默的能力，也顺带提升了他们消失后的效果，算是个小小的提升。不过曹植在现在版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放不了怒攻，若连怒攻都放不出来，这些眩晕和沉默的效果自然也就出不来了。专武的略有小成，显然并没有帮忙曹植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若眩晕和沉默都打不出来了，这些附加的效果就更加没有用处了。炉火纯青的能力会在回合结束时，敌方没有一个眩晕武将，就使曹植获得30%最终抗爆率；没有一个沉默武将，就使曹植获得30%最终伤害减免，效果会持续至下回合结束。这是利用眩晕和沉默来增加曹植的坦度，而且提升幅度还非常多，一个眩晕或沉默，提升的就是30%。曹植自身本来就有一定的坦度，若能成功让对面在回合结束时有眩晕或沉默的武将，对曹植坦度的提升就会更大。若敌方均未持有这两种状态，则使敌方目前累计造成伤害最高的一名武将获得必定命中且无法被清除的眩晕，眩晕会持续至下回合结束。炉火纯青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假设眩晕和沉默真的在战斗中放不出来，这个使敌方伤害最高的武将必定眩晕一回合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用的。当然，你的队伍要先有能力撑过第一回合，这在第二回合限制敌方伤害最高的能力才会有用。神乎其技的效果会使敌方任意武将累计或免疫10个异常状态后，降低该武将200点怒气，并且会使处于眩晕或沉默的敌方武将受到攻击时，最终伤害减免降低40%，并有60%概率转移一个可驱散的增益状态给曹植。降低200点怒气的效果在如今的版本已经没什么用了，更何况曹植这个减怒的触发频率还不高，所以用处不大。但另一个能力就很强了，使眩晕沉默的敌方武将被攻击时，最终伤害减免降低40%，这个数值非常可观。眩晕和沉默的武将受到攻击，就会转移增益给曹植的能力也非常强。曹植在不断的获取敌方增益后，也有可能变得非常坦，具体还得看吸取过来的增益是什么类型的。记得以前曾发过一个曹植坦上天的视频，当时吸取的是 SP 孙尚香的底翼，那个回血叠起来是根本就打不死。不过现在的版本已经不同往日，如今的输出环境也不是当时能相比的。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老问题一个，曹植的怒功能不能尽早释放出来，很大程度就会直接决定了曹植有没有用。总结，曹植专武的能力已经全部出笼了，他只是加强了曹植眩晕和沉默后的能力，并没有根本的去解决曹植释放怒功困难的问题。所以这些加强后的能力虽然看似很强，但恐怕还是很难能在战场上发挥出来。除非场上另有一个很强的眩晕和沉默武将，否则即使曹植有了专武，恐怕也很难找到就业机会，所以这把专武是可以不用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曹彰的专武。曹彰略有小成的效果，会使处于眩晕的敌方武将受到攻击时，最终抗爆率降低50%。和曹植一样，曹彰也特别针对了被眩晕的敌人，若是这两个专武能在刘备之前就放出来，效果绝对会很强。
略有小成也会加强曹彰五星被动、智意慷慨的能力，使其命中处于眩晕武将时，扩散一回合眩晕至沟壑里所有武将的能力，变成扩散2回合眩晕，每个回合最多触发2次。智意慷慨本身是没有眩晕效果的，它只能在命中有眩晕的武将时，才能将敌方身上的眩晕扩散出去，所以这项能力能不能发挥，还是得看场上有没有眩晕效果才行。炉火纯青的能力会使智意慷慨造成伤害时，额外对处于沟壑的目标造成一次自身防御力50%的真实伤害，并驱散该目标身上的2层护盾，同时降低目标和提升自身防御力15%。炉火纯青给的效果很实惠，智意慷慨打真伤的能力可以和曹彰3星被动撼天动地配合一起打真伤。驱散护盾的能力就更不用多说了，直接驱散2层护盾，在现实这个护盾多的时代是肯定好用的。最后一个降低敌方防御，同时提升自身防御的能力，也是一个双向打击的效果。曹彰的真伤是看自身防御力的，所以提升曹彰的防御力就等于是提升了曹彰打真伤的能力。神乎其技的效果会使曹彰在战斗开始时立即释放1次怒攻，这是非常关键的能力，若是曹植也能有这个能力，大概就会有上场的机会了，真是不同人不同命。曹彰的怒攻主要是为了添加沟壑效果，这是曹彰的核心能力，就像曹植需要眩晕和沉默一样重要。神乎其技的效果也会使处于沟壑的敌方武将在受到魏国武将普攻时，会获得持续1回合的不可抵抗的眩晕，每个武将整场战斗最多触发1次。和曹植的专武不同，曹彰的专武给了他开场释放怒攻添加沟壑的能力，也给了他眩晕的能力，哪怕是只能触发1次，也让曹彰有了能将眩晕扩散出去的机会，这才是一个有在解决问题的专武。神乎其技也会使处于沟壑的敌方武将造成的伤害结果降低30%，并且自身每次释放智意慷慨时，会使目标的最终免伤降低30%，最多叠加2次。神乎其技给了曹彰同时降低沟壑武将的输出和减伤的能力，这和曹植针对眩晕和沉默的武将是一样的。总结，曹彰得益于开场就能释放怒攻的效果，所以能力才得以发挥，这是曹植所没有的。但曹彰却败在整体能力没有曹植好，即使他的能力可以在目前的环境里发挥，但竞争力还是不足，就凭这点能力，还是很难在 PVP 中抢到出场的位置。不过曹彰偶尔还是可以在魔窟中出场的，虽然这个机会并不多。整体来说，曹彰专武的优先级别并不高，资源不吃紧的玩家可以抽来打魔窟备用，资源紧张的就等以后魔窟真的有需要了再看要不要抽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